我是个大冤种，当初人人都羡慕我娶了村花做老婆，村花老婆不久便给我生了3个大胖小子。首次做父亲的我也是不负众望，将3个儿子抚养成人，直到我生命垂危之际，急需直系家属肝脏移植才能活命时，才发现精明算计的媳妇在找接盘侠，为的是给肚子里的3个野种找个便宜爹。而当初为了凑彩礼，大姐将她婆婆的治病钱拿来应急，结果被姐夫失手打死。后面为了养3个孩子，弟弟则是跟随父亲去黑砖窑当砖，不幸发生矿难，而自己也是当了一辈子的大冤种。就当我万念俱灰，要将1000万家产全部捐赠之时，3个白眼狼为了抢夺家产，竟对我大打出手，一连几拳下去，我直接两眼一黑，被他们提前送走。当我再次睁眼，看着周围的环境和一张只熟悉又陌生的脸庞，我瞬间如遭电击。我这是重生了吗？而且还重生到了给傅慧娟家送彩礼的这天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眼前的妇人就开始唾沫横飞的一顿数落。现在谁家娶媳妇不是3转1响？你家一架缝纫机和自行车就想娶我女儿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！看看这缝纫机，哎呦我的天咧，还是一台旧的，这怕不是把你家里面用过的缝纫机搬过来了吧？强子，你也是婶子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也别说我刻薄。毕竟谁家养大一个女儿容易，而且我闺女可是被介绍进了咱们县城的糖果厂，以后就是端着铁饭碗的人了。你要是想娶我家慧娟，3转1响加200块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秀英啊，咱们家条件你也是知道的，强子他爸在外面打工，寄回来的钱也就那么点，也只够让我和强子他们兄妹不饿着。虽然这缝纫机我用过几年，但自行车可是崭新的，其余的我实在拿不出来了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剩下的让强子以后赚了钱补给你，行不行？谁跟你后？没钱娶什么媳妇？我们家慧娟这么优秀，想娶她的小伙从长湖大队排到捉牛港大队。你儿子那混子样，谁不知道？整天就知道瞎混。我能同意把闺女嫁给你们家，那已经是我念在乡里乡亲的份上了。你还准备跟我打欠条？许秀英势利的嘴脸一张闭，骂骂咧咧的将熊凤霞往外推。舒志强见状连忙伸手将他妈扶住。妈，您没事吧？将母亲扶稳后，舒志强愤怒的上前就是一个大逼兜子，许秀英直接摔倒在黄泥地上。上一世我就是被你们一家害得家破人亡，直到死前我才明白，傅慧娟不仅嫁给我之前就不老实，嫁给我以后同样不老实。3个儿子居然没有一个是我亲生的，而我连奸夫是谁都不知道。许秀英顿时气急败坏，小畜生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好啊，这就原形毕露了是吧？我家慧娟还没嫁给你呢，你就敢打她吗？这慧娟要是嫁给你了，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本来我还想看在乡里的面子上，给你免去10块8块的彩礼钱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把慧娟嫁给你的。听到这话，熊凤霞顿时就慌了。强子，你怎么能这么混呢？那可是你丈母娘啊，快跪下给她道歉。站在院子里的乡里乡亲也纷纷开口。是啊，强子，快给你丈母娘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对，你丈母娘也是不小心推了你妈一下，这不是没事吗？快给她道个歉，你和慧娟那丫头的事才能继续谈下去，不是？不用了，我可收不起她的道歉，而且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那要洪秀章有什么用？强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把慧娟嫁给你的。舒志强淡淡的看了许秀英一眼。妈，这事你不用管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好，快去给你丈母娘道个歉。爹，你可别给我道歉，我受不起。你们现在就给我拿着东西离开。还有你打我这一巴掌的仇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毕竟我女儿还没嫁过去，我这个丈母娘就挨打了，以后还得了？你想多了吧？谁说我要给你道歉了？敢对我妈动手动脚，我只打你一巴掌算大人大量了。还有你那不知检点、水性杨花的女儿，还是留着自己在家下探吧。舒志强冷笑着说了一大堆，许秀英彻底被激怒。妈，咱们回去。强子啊，为了让你娶这个媳妇，咱们全家把能想的办法都做了，好不容易凑够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和100块钱，这怎么能说算了呢？妈，今天您先听我的，这家人咱们可高攀不起，相信我，我将来一定给您娶个城里的儿媳妇回来。好不容易重生一次，我是不可能再娶傅慧娟的，这冤大头爱谁做谁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。熊凤霞听到舒志强的解释后，也只能深深的叹了口气。舒志强上前拉着板车，转身就准备离开这里。许秀英本就因为挨了一巴掌而愤怒，这下听到女儿被污蔑，更是怒了。畜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舒志强，你个蠢仔，你他妈说谁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踏出这个院子。舒志强眼睛一瞪，反手又是一个大逼兜子。滚！这一刻，他仿佛要将前世遭受的所有戾气发泄出来。许秀英再次摔倒在地。舒志强，你疯了，居然一天打了我2回。你要是想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等你女儿回来好好问问。说完，他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熊凤霞面露歉意的看了许秀英一眼，紧跟其后，见这对母子离开了院坝，许秀英再也承受不住的痛哭起来。哎呦我的天嘞，舒志强他打女人了，他们家太欺负人了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一把屎一把尿把女儿养大，
他一个穷鬼娶不起，还要污蔑我家慧娟嘞！看着许秀英开始撒泼，原本还在院坝里的乡亲立刻选择避让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人面露慌乱地冲了进来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干嘛坐在地上啊？见女儿回来了，许秀英直接泪奔。闺女，舒志强那畜生真不是人啊！他不仅动手打了我2巴掌，还造谣说你不检点，在外面乱搞。现在所有人都在说你坏话，你以后可怎么嫁人啊？听到这话，傅慧娟连忙伸手捂住他妈的嘴，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白。我的确是不检点，在外面乱搞，但舒志强是怎么知道的？而且这话是能乱说的吗？要不是我的肚子被搞大了，我能选择嫁给舒志强那个农村人吗？妈，进去再说了。傅慧娟现在想哭的心都有，但也不能让他妈继续哭闹下去。于是二人回到破旧的屋子里，傅慧娟就再也忍不住了。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舒志强他们家不是今天送彩礼过来的吗？还有您这脸上是怎么回事？他打的是送彩礼来了，但今天能和以前一样吗？你现在可是要进堂国场端铁饭碗的人了，他们家拿的那点东西根本就配不上你好吗？听到许秀英的话，傅慧娟顿时感觉自己快要疯了。此时的舒志强正拉着板车，边惆怅边朝记忆中的家走去。傅慧娟，我是打死也不会去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报复一下傅慧娟和那个奸夫。熊凤霞则是一脸担忧地跟在舒志强身边。强子，你说傅慧娟不检点，水性杨花，这是真的还是胡乱说的？妈，我可没有打乱瓦里，那个女人确实不配做您儿媳妇，等着看吧。要不了8个月，她就是当妈的人了。傅慧娟那个新妓女，在前世嫁给我1个月左右，就说怀孕了，然后又过6个月就把孩子生了下来。对此还说是我们家没给她补充足够的营养，而且干了太多活才导致早产的。对于这个说法，一家没文化的人深信不疑，最后更是自责地把傅慧娟当宝贝供着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弟弟才会跟着父亲出去没日没夜的干活，直到发生了矿难。如果不是当时我执意要娶傅慧娟，也就不会欠债，更不会害死姐姐弟弟。但我更恨的是3个孩子居然都不是我亲生的。妈，那个女人咱们不仅不能要，咱们还得离他们家远一点。见舒志强说的认真，熊凤霞也相信了几分。强子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家可不能要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对了，强子，你刚刚跟妈说的娶城里媳妇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不过咱们得先多赚钱再说，只要咱们家有钱了，城里的姑娘才能看得上咱，而且咱也不能让人家嫁过来吃苦，不是？闻言，熊凤霞非常认同的点了点头。对，难得你有这门心思，我和你爸哭点没关系，但不能苦了人家闺女。看着老妈一脸认真的模样，舒志强也是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前世我遭受丈母娘一家迫害，不但导致家破人亡，甚至在我生命垂危之际，蛇蝎心肠的妻子为抢夺家产，竟指使3个白眼狼儿子对我大打出手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果断提出退婚，带着母亲潇洒离去。治国还不等弟弟反应过来，舒志强就直接把对方抱在了一起。舒志国有点懵逼，不明白大哥怎么会突然这么激动。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哥就是看见你高兴，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让弟弟去吃小公的苦。闻言，舒志国顿时嘿嘿一笑。我也高兴，不过我快喘不过气了。舒志强连忙把对方放开，然后看向一旁的妹妹舒志轩。哥，我这么瘦，不禁勒的。放心，哥以后让你吃胖点。妈，哥，这不是给慧娟嫂子的彩礼吗？你们怎么拿回来了？我跟他吹了，以后见到傅慧娟都离远一点，明白吗？正当兄妹俩四眼蒙圈时，大伯舒龙和大娘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凤霞、强子，你们不是去傅家谈婚事吗？怎么把这些东西搬回来了？秀英临时要把彩礼加1块手表和收音机，还有200块钱，咱们家是真的拿不出来啊！大伯舒龙脸上也露出一抹愤怒。这娘们真是太过分了，这都谈好的彩礼，怎么能够临时变卦呢？变卦就变卦呗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而已，我可没打算做买1送1的买卖。留下一句话后，舒志强就把缝纫机搬进了他妈的房间里。嘿，你小子说的什么话？他要是变卦了，你上哪娶媳妇？还有你说什么水性杨花，买1送1，我怎么听不懂呢？倒是大娘周木英不屑一笑，当初追人家的是你，现在骂人家的也是你，一看你就是接受不了富家媳妇的条件，怀恨在心，开始造人家的谣呢。这话要是让其他人听到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娶媳妇了。看着嫂子不但不帮忙，反而冷嘲热讽。我说嫂子，咱说归说，怎么还着我家强子打光棍呢？嘿，谁咒他了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看着这一幕，舒志国和舒志轩也有点愤愤不平，恨不得上去咬大娘一口。房间外的一切对于舒志强来说只是小事。大娘这个人尖酸刻薄，而且极其势利，我也没打算跟其有过多交集。而且根据上辈子的经历来看，大伯一家好像就是在今年年底搬进了城里，靠着他3个弟弟的帮衬，在城里租了间房子，做起了早餐生意。这个家一共4个房间，外加一个后院用来做饭的地，还有眼前这面墙，还是跟大伯家共用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床板咯吱的声音。不得不说，大伯的身子板还挺硬朗。突然，外面响起舒志国的叫喊声：“哥，大姐回来了！”听到这话，
舒志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大姐这次回来肯定是给我送钱来了，可是这钱是给她婆婆救命的，最后大姐更是因为这钱丢了命。看到这个女人，舒志强的内心再次涌现出浓浓的愧疚感。姐，强子，你的情况我已经听妈说了，没事啊，有姐在呢。他连忙走了过来，并且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兜递到舒志强面前。这是你姐和姐夫赞助你的，你先拿去把慧娟娶回家。放心，我和你姐夫都会无条件帮助你。舒志强没有接钱，而是率先把对方拥入怀中。强子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呢？快把钱拿着，去给你未来丈母娘道个歉好不好？听到这话后，舒志强这才反应过来关于钱的事。姐，我知道你这是用来干嘛的，我不会娶傅慧娟的，我以后肯定娶城里媳妇。你现在立刻马上把钱拿回去带你婆婆去医院看病。算了，还是我骑自行车送你回去吧，要不然我不放心啊。舒志红有点诧异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婆婆病了？得到舒志红的确认，一旁的熊凤霞顿时脸色一变。志红啊，你婆婆真病了。昨天确实有点发烧，不过今天上午已经给她买药了，我是给她做完午饭才过来的。妈，您就放心吧。不过舒志强却极为严肃。姐，你亲眼看到你婆婆退烧了吗？她一个60老人，身体素质本就不怎么好，要是没退烧怎么办？你又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，要是出了事怎么办？你还拿给她看病的钱来给我娶媳妇，这要是被姐夫知道了会怎么看你？舒志红无奈地笑了笑。强子，你想多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出事？不行，你必须得回去带你婆婆去医院，你要是不去，那我就替你去。我现在重活一世，自然知道姐姐婆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姐姐在小诊所买的药根本没用，最后更是直接发高烧到了40多度，而姐夫在城里做小生意，要到晚上收摊才能回去，也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。老人不仅把脑子烧坏了，还得了肺炎，很快就离开了人世。我绝不能让这事发生，也不能让姐姐因此丧命。舒志红还想解释，但舒志强根本不给他机会，拉着他的手腕就要送对方回城里。行，我回去行了吧？不过这钱你得拿着，去和许秀英道个歉，然后把慧娟娶回来。人家是要端铁饭碗的人，你娶了人家是捡了宝，知道吗？姐，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堪？娶个拿工资的就算捡了宝？舒志红想起弟弟庄稼汉的身份，难道不是吗？舒志强有点无语，但他也没有反驳对方。妈，给我10块钱。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我送姐回去，顺便进城买点挣钱的家伙事。熊凤霞不明所以，但依旧从腰间掏出仅有的10元钱。我不用你送，我自己能回去。你赶紧听话，去和许秀英道个歉。舒志红有点抗拒，但舒志强没理会，拉着他的手腕就准备离开。这时，大娘走到熊凤霞身边，挑起了毛病。我说凤霞，你怎么能给强子那么多钱呢？弟弟他在外边1个月才赚多少钱，你就这么给强子乱花？是啊，凤霞，城里的好玩意可多了。强子要是没经得住诱惑，把钱乱花了，你这个月可就只能饿肚子了。强子不是说了要买赚钱的家伙事吗？我相信他不会乱花的。大娘翻了翻白眼，赚钱？他知道怎么赚钱吗？一个庄稼汉不想着好好种地，做什么发财梦呢？是啊，凤霞，彪子赚点钱不容易，你以后可不能这么惯孩子，知道吗？两人越说越起劲。熊凤霞虽然有点担忧，但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儿子。此时的舒志强正骑着28大杠，跟随姐姐舒志红往城里赶。强子，你真不打算娶傅慧娟那丫头吗？姐，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，那女人其实是在外面乱搞大了肚子，这才急着找个人嫁了。话音刚落，舒志红就脸色一变。强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，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可会把慧娟毁了的。傅慧娟在围绕舒家村的几个村庄里的人设还是不错的，听话乖巧有出息，而且对方肤白貌美屁股大，一看就能旺夫生儿子的相，和普通村妇完全不一样。这要是说人说她是残花败柳，那把传谣的人打死都没人信。姐，我可没胡说，您想想我追她那么久都不答应，为什么突然就答应了？而且对方还是要进糖果厂的人，我一个普通的庄稼汉，他怎么会愿意跟我结婚？还不是急着给孩子找个爸？您就瞧好吧，多出2个月，他肚子绝对大1圈，6个月绝对能当妈。舒志强说的话对于舒志红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傅慧娟一个长得跟城里人似的姑娘，怎么可能就成了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女人呢？不过傅慧娟到底是不是怀孕，几个月就能够看出来了。到时候弟弟说的是真是假，不就显而易见了吗？强子，那这女人咱们不要。可是强子，那你娶媳妇的事怎么办？娶媳妇的事不用急，我以后就找城里的姑娘当媳妇，所以我要先发家致富，我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我，也不能让姑娘嫁给我吃苦受累。可以啊，强子，知道争气和心疼人了，以后要是有姑娘嫁给你，肯定享福。那必须的，我也得让姐姐你以后享享清福啊。其实我这么说只是想安慰姐姐和母亲而已，我并不是很想娶媳妇。这人一旦经历过婚姻的痛苦，都会产生一种后遗症，这种后遗症容易让我对女人失去信任感，对另一半是不公平的。坐在28大杠后座上的舒志轩挥了挥手，还有我，我也要让姐姐享清福。好，那姐姐就等着你们让我享清福喽。舒志红微微一笑，心里倍感温暖，朝着城里进发。
上一世，大姐为了给我凑彩礼，竟将她婆婆的救命钱拿来给我应急，结果被姐夫失手打死。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，舒志强就亲自进城看她婆婆。没成想，真如舒志强所料，此时舒志红的婆婆早已满脸通红，发起高烧。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姐，大娘这是发烧了，快送她去医院。舒志强连忙抱起她婆婆就往医院赶去。好在经过一番折腾，护士给她婆婆打上吊瓶，已无大碍。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当子女的，老人烧得这么严重都不早点送过来，这要是再晚一会，脑子和肺都会被烧坏的，明白吗？医生，我在诊所给我妈买过药。诊所什么病都能治吗？药能100%治病吗？而且你妈当时就退烧了吗？有情况还是要及时送医院，明不明白？医生的话瞬间让姐姐自责不已。医生，谢谢您的提醒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不知道我长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体温已经在回归正常，等打完最后一瓶吊瓶，我再给你们开点药就可以回去了。还有，最近几天不要碰水，也不要吃生冷的东西，一旦有反复的情况，立刻送医院来。听到自己婆婆没事，舒志红连忙对着医生鞠躬致谢，将老太太送回家后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。强子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婆婆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姐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可是你亲弟弟，只要你过得好，这点是算得了什么？说着说着，他又心疼地为对方擦去眼泪的泪水。这不是没事了吗？别哭了。不过当弟弟的得劝你一句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以后得以家庭为重。我结婚这种小事，不值得你拿出所有积蓄来帮忙，知道吗？我的姐姐真的算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姐了。或许所有人都希望能有个这样的姐姐，但是如果哪个男的娶了这样一个媳妇，那可以说是倒了8辈子霉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亲弟弟结婚怎么能算小事呢？这种大事要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不帮忙，那我成什么了？行了姐，既然你婆婆没事，我就和妹妹出去买点挣钱的东西回去了。什么挣钱的东西？刚才在路上就听你说要发家致富，你准备做点什么？现在改革开放了，国家也在大力支持个体户，所以我想做点生意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本钱。话音未落，就见舒志红又掏起了腰包，明显是想赞助他。姐，这刚跟你说的你就忘了，让你现在以婆家为重，不要动不动就把老本给掏出来资助我。要是我不争气把钱败了，你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不是你说没本钱的吗？我弟弟难得有这个志气，我不得帮衬一下？本钱我自己有办法搞到，所以你不用操心了。如果我有什么赚钱的项目，到时候我会让你出钱入股的。看到弟弟心意已决，舒志红也没有过多说什么。临出门前，舒志红又递过来一堆票据。强子，你待会要去百货商场，要买的东西肯定不会少，钱我就不给了，这些票你拿着。谢谢姐，这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，所以舒志强这次没有拒绝。转眼舒志强来到商场后，直奔渔具店。同志，你这有没有船型钩和编织渔网？售货员点了点头，然后拿出一盒鱼钩递给舒志强。小同志是想去钓鱼吗？你看看你需要哪种渔具？我只要几个鱼钩和最大的编织网，其他的不需要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买完渔具后，舒志强又走到一处修鞋匠的摊位上。小伙子，修鞋吗？舒志强摇了摇头，不修。大叔，你这有大力马绳吗？有，你要干嘛？钓鱼，能不能卖一卷给我？修鞋大叔从修鞋箱里翻找出一捆大力马绳。小伙子拿着，给我1毛钱就行。大力马绳是一种比尼龙绳还要结实的绳索，一般是用来修鞋的。不过在这个时代，用它来钓鱼可比尼龙线要强多了。1个小时后，二人提着大包小包，浑身湿漉漉的回到舒家村。哥，爸好像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了呗，估计去地里了吧。轩轩，你待在家不要乱跑，爸妈回来问起就说去当上了。拿起桌上的砍柴刀，舒志强准备去砍点竹子，然而就在他刚走出门口，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气势汹汹地走进院坝。哥，你快跑！跑哪里去？你个小兔崽子！本以为今天是你小子和亲家谈婚事的日子，我才特意推了接下来的工作就跑了回来。要知道干1天可是1块多毛钱，而且这活还不是天天有的。可结果一回来我就听到你小子居然和富家闺女的事黄了。当然是跑当上去，我去砍点竹子。听到儿子不务正业，舒彪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怒气。砍那没用的玩意干嘛？不准去！你个小兔崽子，真是太不争气了！除了会干点农活啥也不是，读书读不进，连谈好的媳妇都能弄没。现在不去和未来丈母娘说好话，居然还有心思砍竹子。爸，我砍竹子可不是没用，那是我接下来赚钱最重要的一步。赚钱？你赚个屁！你要是能赚钱，那祖坟都会冒青烟。现在就给我去换身衣服，然后把缝纫机和自行车都送去你未来丈母娘家。我刚刚已经去谈好了，人家慧娟心善，不到3转以上就愿意跟你结婚。碰到这么好的姑娘，也不知道你上辈子积的什么德。父亲的这番话直接就把舒志强给说懵了。老爸这是回来就去了许秀英家呀？还有傅慧娟那女人是真不打算放过我？不行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娶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哪怕和父亲翻脸。记得，我看是造孽还差不多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当初是谁死活要娶傅慧娟的，现在又说不要了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
你明天就去把慧娟那丫头娶回来。不去，我也不会娶那个女人。买一送一的事我不做。听到他的话后，叔父顿时大怒，抬手就把腰间的皮带抽了出来。小兔崽子，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你开口闭口就造人家的谣，要是让外人听到了，非得报警把你抓进去不可。看到叔父动真格，叔母连忙上前阻止。强子，你还不赶快跑！啊，你就大声喊吧，到时候全村都知道你在造傅慧娟的黄谣了。留下一句话就拿着砍柴刀跑了出去。闻言，叔彪立刻闭上嘴巴。还不放开！那小兔崽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。人家慧娟马上就要端铁饭碗，哪怕是学徒也有30块钱一个月。他舒志强一个庄稼糙汉子，凭什么看不上人家，还造人家的谣？我看他就是想进耗子里蹲着。老叔，强子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庄稼汉怎么了？你不也是庄稼汉吗？像你这么大呼小叫的，是不是想让村里人都知道那话是强子说出去的？叔彪气的是脸红脖子粗。是啊，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干，你们倒好，开始和那小兔崽子合伙跟我抬杠了。那以后他娶媳妇的事你也别找我了，就你负责好吧。熊凤霞一时哑然。舒志轩见爸爸得理不饶人，于是直接上前硬气的喊道：大哥说他会赚很多钱，要娶城里的媳妇，还要给我和二哥还有爸妈你们买衣服。叔父冷笑一声，就他大白天的就开始做梦。我在外面混了那么久，钱好不好赚我还能不知道？不过那个臭小子居然要给我买衣服，这个儿子没白养，至少还知道孝敬老子。哥，你是准备去钓鱼吗？对呀，大哥钓鱼给你吃好不好？舒志轩眼前一亮，好啊好啊，我要吃鱼。好，明天我给你做鱼吃。将鱼篓做好放在一旁，他爸妈和舒志国就扛着农具，一脸通红的走了进来。你这兔崽子，回来也不知道去地里帮忙，净搞这些没用的玩意。倒是舒志国眼前一亮，直接跑了过来，拿起一根鱼竿。哥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对，喜欢就送你一根。看着两个儿子都是这模样，舒彪的眼中写满了失望。两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读书比不上丹丹，姑娘都主动了还不去娶进门，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玩意。说说就行了，儿子做这些也是为了打鱼赚钱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好歹呢？你说什么？两个儿子就是被你惯坏了，还不快去做饭，晚饭不吃了。一家之主的地位被质疑，舒彪肚子里的气越加浓郁了。志国，去帮妈烧火，我再做2个地笼，晚上去严思湖钓鱼。舒志国没有拒绝，转身跟着老妈进了厨房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只皮肤黝黑满是老茧的手伸了过来。你妈给你的10块钱还剩多少？拿出来。明天我要去镇上卖鱼，需要零钱，明天下午或者后天还给你。卖鱼？你的鱼从哪来？你不会以为你搞这几根没用的东西就能钓到鱼了吧？别做梦了，就算你能钓到鱼，又能钓到多少？能把10块钱卖回来？要是被洪秀章当投机倒把抓进去了，你可别说我是你老子，我丢不起那人。爸，钓得到多少很快您就会知道了。至于您说的投机倒把，我觉得有必要跟您科普一下，将物资从一个地方低价收购过来，再以高价卖给另一个地方的人，来回倒腾不仅没有创造价值，还导致浪费的叫投机倒把。前2年的那群洪秀章抓的，也就是这么一群人。而咱们不同，鱼虾在湖里本就没什么价值，但打捞上来就不一样了。咱们是把湖里的资产打捞上来，转让本地的同志们，不仅没有造成浪费，还让他们有新鲜的鱼吃，这才叫创造价值。而且我打算先以卖鱼积累部分启动资金，有了本钱以后，再做点其他的生意。舒彪也被他的话说得一愣一愣的。志祥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能说会道了？怎么听起来比我们包工头还能说？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钱我可以不要，你钓鱼我也可以不管，但是慧娟那丫头你明天必须去娶回来，人家可是10里8村的一枝花，而且马上就是有工作的人，1个月30块钱，你一个庄稼汉去哪找这么好的姑娘？舒志强有点无语。爸，这怎么说着说着又扯到傅慧娟头上了？爸，你看这样如何？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让你看到我能娶城里姑娘的实力。要是傅慧娟的肚子在这段时间里没大也没生病休息，咱们就再谈娶她的事。没办法，在普通人眼里，长得不错又端着铁饭碗的傅慧娟就是理想的媳妇。但凡是个男人，遇到这样的女人都会想娶回家。上辈子的我也是如此，但活了几十年的我明白，那女人不仅好吃懒做，肚子里可是躺着一个娃呢。这样的女人娶回家不仅祸害3代，不对，那是直接让你绝后啊！你想什么呢？你多大的本事，老子能不知道？而且托人家慧娟3个月，人家还能嫁给你才怪呢。不过小兔崽子，你说慧娟那丫头肚子里有野种的消息可靠？其实我这么催儿子的原因有2个，一是我想抱孙子的，2是慧娟那丫头确实条件好啊，而且人家还就嫁我儿子，这要是换做其他人，那睡觉都能笑醒。但我也不傻，想抱孙子不代表我想抱野种啊。见父亲信了几分，舒志强突然就笑了起来。爸，你就瞧好吧，只要那女人不做手术不吃药，3个月肚子滚大。不过您可别去大嘴巴，知道的人多了会出大事的。舒彪点了点头，
半信半疑的看了舒志强一眼，也就没再提这事。吃过晚饭，舒志强就带着弟弟朝着严思湖出发。舒志国背着鱼竿和地笼，一脸担忧的看着身旁的大哥。哥，要是让爸知道你拿走了家里的鸡蛋，他会发火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大哥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顶撞父母，但说话变得头头是道了。还有这个鱼竿和地笼，以前的大哥不是最讨厌钓鱼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当初傅慧娟说要嫁给他时，他是很兴奋的，结果就因为许秀英临时加价，他难道就心灰意冷而改变了？舒志强却不以为意的摇头，发火。等咱们满载而归的时候，它就会熄火了。鸡蛋是打窝和鱼饵的重要道具，要是不拿的话，可就会影响咱们今晚的收获了。舒志国似懂非懂，默默地朝着严思湖前进。就在二人即将通过一个弯道的时候，村子里传来一道妇女的叫骂声：“哪个缺德冒烟的，又在巴老南墙角？上辈子没见过女人啦，要看回去看你妈洗澡去。”舒家兄弟对视一眼，哥，又有人偷看玉琴婶洗澡了。正常，不过跟咱们没关系。突然，一个仓皇的人影从前面的拐角处窜了出来。哥，是傅云山那老光棍。看到是这家伙，舒志强顿时想到了什么好主意。傅老汉，傅老头浑身一颤，差点就给吓趴了。干什么玩意？吓我一跳！你两个小兔崽子在这里干嘛？舒志强没有理会。玉琴婶，傅云山虎躯一震，你别瞎叫唤。傅老头，你拉屎又没擦屁股吧？不想让我叫唤也行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兔崽子，你想趁火打劫？不答应。玉琴婶有人在这。小祖宗雷，别再叫了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明天要去趟香集市，把你家牛借我一下。不可能，你想都别想，我家里那头牛可是我的宝贝，怎么可能借给别人？尤其是你这个从小就是祸害的家伙。舒志强冷笑一声，看向身旁的弟弟：“不借行啊，志国，去喊玉琴婶过来。”哎，好，我这就去告诉玉琴婶子。眼看偷窥一事就要败露，傅云山急了：“两个祖宗雷，我借还不行吗？早答应不就行了吗？非得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明天老师在家等着，我一大早就会去拿牛。”知道了，不过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玉琴，让她知道了不得扒了我的皮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傅云山可不相信这小子的话，但也只能气急败坏地朝着上许村走。不要脸的老东西，上边傅家的人跑到咱叔家搞偷窥了。两兄弟一前一后走在农村小巷里，就在拐弯的时候，迎面撞上来一个人。嗨，玉琴婶，大晚上的你怎么带球撞人呢？哟，是强子兄弟啊，婶子出来得急，所以没看到前面有人，没把你撞坏吧？不碍事，婶子，我年纪轻轻的，被球撞2下而已，还出不了什么大事。就是你这大晚上的，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听到这话，舒玉琴顿时就来气了，哔哩吧啦的一顿吐槽。婶子，刚刚我看到有个人影往上边傅家跑了，您可以去追看。我和我弟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好，你们兄弟俩这是准备去钓鱼吧？要小心点啊！兄弟俩点点头，越过舒玉琴，继续朝严思湖走去。大哥，玉琴婶其实也挺可怜的，一个人又要带孩子，又要照顾老人，白天还要下地插秧种菜，两个男人都没他干的活多。心疼的话，你去把他娶了。舒志国浑身一颤，连忙摇头表示抗拒。我不娶寡妇，听说克夫。行了，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别拿寡妇开玩笑，快点赶路吧，要不然晚上就没得睡了。这一次，两人路上没有再遇到其他事，很快就到了严思湖。志国，你去附近的稻田里引诱一些时机，然后用网抓过来。闻言，舒志国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担忧和害怕。哥，我听梅姥姥说，晚上诱时机会碰到阿飘的。时机这玩意可不便宜，价格也就比王八便宜一点点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就有老人谣传晚上学时机就会引来阿飘，所以慢慢的就没人去干这事，导致时机越来越贵。那你在这钓鱼，我去抓时机。舒志国犹豫了一下，算了，还是我去吧，我也不懂怎么钓鱼，就不浪费时间了。舒志国拿着网离开后，舒志强就开始制作打窝所需的鱼饵，用带来的鸡蛋和棒子面揉成团，再将其分成数粒小团，随后全都抛入湖中。长湖大队的村民钓鱼基本都不会打窝，而且鱼饵用的都是蚯蚓。一些人工饲养的鱼或许会上钩，但像这种野湖里的鱼都精明得很，那种钩都露在外面的饵是很难钓上鱼的。随后舒志强将玉米饵料串在鱼钩上，一连丢了2竿，手握鱼竿默默等候，目光聚集在湖面上。大概等了10几分钟，鱼漂突然黑漂，随后开始斜着入水。舒志强见状连忙拉钩，一条手臂粗细的草鱼瞬间脱离水面，然后开始了疯狂挣扎。居然是草鱼，看样子应该是有7、8斤，还好用的是大力马线，要是用尼龙线就被你跑掉了。随后舒志强就将鱼卸下扔进鱼笼里，又接着抛竿钓了起来。有第1条鱼上钩，也就证明鱼群开始朝着这边来了。果然，舒志强刚把鱼钩丢进水中，鱼漂就开始了变化。舒志强脸上一喜，开始了疯狂拉竿、取鱼、上料、抛竿，短短半个小时，他就已经钓了有20-30斤鱼，其中鲫鱼、鲤鱼居多。另一边，舒志国还在引着时机，一阵微风吹过，舒志国浑身一颤，怕招来阿飘，但看网里才几只时机，他再次壮起胆子叫了起来：“孤挂，孤挂，孤挂！”
石矶的回应声越来越多。舒志国知道蛙群来了，我刮你妹，看招吧，臭石矶！舒志国愤然抛出一张大网，瞬间网住一群石矶。这些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张志国很是害怕，提溜着石矶就朝着他哥跑去。哥，钓到多少鱼了？小声点，别把鱼吓跑了，都在鱼笼里呢，你自己看吧。随后舒志国扒拉着鱼篓朝里面看。哥，这得有多少啊？不多，20多斤而已。舒志国瞳孔一缩，什么20多斤？这才1个多小时而已，就能钓到这么多鱼？这怕是捅了鱼窝吧？这要放在以前，我们一下午也才钓到1、2条鱼而已啊！难道大哥这是因为谈彩礼谈崩了，就脱胎换骨了？20多斤而已，这不算什么，再钓2个小时，12点之前回家。说着说着，舒志强就从渔网里拿了几只石矶处理起来，取出精华就放进地笼里当饵料。志国，去把这个放进下游的河道里，记住找个水草多的地方放，一定不要被人发现了。你自己把位置记好，然后明天早上来取。看着这奇怪的笼子，刺鼻的腥味让舒志国忍不住皱了皱眉。大哥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干嘛的你别管，明天收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舒志国困惑的点了点头，转身再次朝下游跑去。20分钟后，放好地笼的舒志国又跑了回来。你看好鱼漂，鱼漂顿口或者上顶，斜漂入水都可以提竿，明白吗？舒志国耐心地教着弟弟如何钓鱼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两兄弟不断抛竿提竿，鱼篓里的鱼也越来越多。哇，这一篓怎么也得5、60斤了吧？差不多，咱们回去吧，离天亮还能睡一会。舒志强提了提鱼篓，随后将所有渔具整理好。能钓到这么多鱼，完全是因为这个湖没被开发，里面的水产在不断繁衍。在没有竞争对手前，我还可以吃一波红利。以后要是来打捞的人多了，怕是没几天就得绝种，然后进行人工养殖。这也正是在后世野味越来越少的原因。舒志国兴奋得很，迫不及待地和大哥一起提着鱼篓往家的方向走去。他脑海中已经浮现老爸看到这么多鱼后的表情了。强子、志国，是你们吗？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了又醒了，我看你们这么晚还没回来，心里放心不下。你爸呼噜打得震天响，里面又太热，所以我干脆就来外面等了。听到母亲的话，舒志强顿时心里一暖。前世母亲走得早，我连尽孝让母亲享福都没来得及。也是有傅慧娟那个女人在，自己全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那女人克夫，谁娶谁倒霉。妈，我们没事，你快回去睡吧。熊凤霞刚想点头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看热闹的声音。是什么事？下午牛皮吹得那么高，让老子看看你们搞了多少鱼。那就来看看吧，多不敢说，但绝对能吓你们一跳。回到院子，兄弟二人将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全都倒了出来。好家伙，真搞了这么多鱼，连桂鱼都有。这要是拿去卖，得卖多少钱啊？你们这哪里是去钓鱼，这是去捅了鱼窝吧？鱼窝是不可能有的，但是能自己创造。舒志强兄弟对视一眼，脸上都有着一丝得意。七啊，很得意是吧？本事再大，你也是我儿子。舒彪冷哼一声，但嘴角总是会忍不住上扬。孩子他妈，明天煎盘桂鱼来吃吧。很久没开荤，我这肚子里都没了油水。煎鱼多费油啊，你还要吃桂鱼，那都1、2块钱一条了，你干一天活都赚不到这条鱼，你还有脸开口要吃？行了，妈，爸想吃明天就做一条吧。而且你和志国还有轩轩也都需要补补身体，至于怎么做着吃，那就你们自己想吧。我要和老弟去睡觉了。舒彪心里一暖，心啊，儿子有出息了不说，还知道疼人了。就知道吃，待会把鱼收拾好再睡觉，别让鱼跑了。熊凤霞白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回了房间。次日天还没亮，舒志强因为心里惦记着事，所以早早就醒了。很快，舒志强就来到村长舒朝面家。朝面叔，是强子呀，你小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叔，我想再借你家板车用一下。行，板车就在里面，你去拿吧。话音刚落，舒志强就看到一位妇人从院坝里走了出来。拿什么呢？不借。舒志强二人都是一愣。这位就是舒朝面的老婆宋花季。舒朝面是个不错的村长，什么事都好说话，但这女人可彪悍得很。但凡有什么人来找舒朝面帮忙，10次就有8次是他不同意。呀，花季婶子这是怎么保养的？怎么好像又漂亮了不少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一道彩虹屁，舒朝面和他媳妇都懵了。强子，你拍我马屁也没用，板车今天我家要用，借不了。他摇头叹了口气，将手中的鲤鱼提了提。那还真是可惜了，我也知道帮忙这东西是互相的，所以一直接二尾板车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刚好昨天钓了几条鱼，本来还想送给叔婶尝尝鲜的。看着那条鲜活的鲤鱼，宋花季的瞳孔都亮了。好家伙，那不是鲤鱼吗？看这块头怎么也得1斤了吧？舒志强看出了宋花季的灼热目光。既然叔婶家的板车自己要用，那我就去下边夫家借借看吧。宋花季一听急了，连忙跑上前拉住舒志强。强子，你先别急着走啊。婶子，你这板车也不能借啊，你还留我干嘛？这鱼我可不能白给你，是要留着借板车用的。强子，你这说的啥话？什么鱼不鱼的？这板车我是过几天才用，如果你刚才说现在要用的话，婶子还能不借吗？闻言，一旁的舒朝面都忍不住摇了摇头。
哥，地笼里有好多黄鳝和泥鳅，有泥鳅、黄鳝很正常，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很多大虫子，我留了一只把玩，其他的全都扔了。舒志强一愣，什么？扔了？对啊，那玩意又没什么用，还夹死了不少泥鳅、黄鳝呢。而且这玩意浑身盔甲，就知道祸害庄稼，要它干嘛？怪我，没有提前跟你说明白。治国手里的那只可是后世爆火的小龙虾，也就是现在的生活水平不高，所以还没人去玩弄它的吃法。要知道，在后世，那吃剩的龙虾壳都能绕地球2圈了，而且价格还不低。不过治国不懂也正常，毕竟龙虾确实会祸害庄稼。治国以后地笼里的大虫子别扔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要那玩意干嘛？水沟里有很多的，你想要我去给你抓？行，那你待会帮爸妈干农活的时候抓一些回来。听到大哥的话，舒志国顿时就不乐意了。什么干农活？咱们今天不是要去镇上卖鱼吗？卖鱼的活我去就行，你在家帮爸妈把农活做完。等过完这段说到插秧季，我再带你去县城闯荡。舒志国只好无奈妥协。舒志强微微一笑，将板车放在院坝后就去了后院。随后舒志强再次提着鲤鱼急匆匆地出了门。就当舒志强刚来到苏家村时，迎面却碰到了傅慧娟。志强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昨天和你爸谈好以后，我就在等你上门了。你看我今天的新裙子漂不漂亮？真是冤家路窄，没办法，再不把冤大头套住，孩子就瞒不住了。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傅慧娟的笑容逐渐消失。老娘一个十里八村的一枝花，马上还是糖果厂的员工，笑容满面的跟你说话，你居然甩我脸色看。不过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一定要把这个冤大头拿下。傅慧娟强忍着怒气笑道。志强，别生气了，我为我妈的错误跟你道歉，我不要彩礼了，咱们以后好好的行吗？舒志强心里冷笑不已，这女人真是下了血本啊！要是上辈子我听到这话，早就开心的不行了吧？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他态度淡漠的摇了摇头。傅慧娟，你别装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娶你的，这辈子都不会。傅慧娟懵了，直到舒志强走了，她才反应过来。舒志强，你混蛋！当初是你说喜欢我，想娶我当媳妇的，现在我什么都不要就想嫁给你，你凭什么说不娶？凭什么？因为便宜没好货。痛斥了傅慧娟一句后，舒志强直接走进了傅云山的家里。傅老头，有人来给你介绍婆娘了。傅云山那叫一个高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。傅慧娟，这可是我房下人，要不的，你小子来干嘛？拿老子寻开心。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把牛借我用吗？我来拿，看到没？8两重的大鲤鱼，就当借你牛的报酬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牛就在猪圈里，你去牵吧。用完了要把它喂饱再送回来。我现在要赶紧再去睡个回笼觉喽。你个老东西还睡？地里的活不用干了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老头，我家里就我一个，地里的活我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，一个吃饱全家不饿。你这小屁还不懂。舒志强也懒得理他，径直去牵牛。黄岭乡的集市离长湖大队不远，也就不到10公里的样子。舒志强赶着牛，不到1个小时就出现在了集市上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舒志强就站在板车旁，扯着嗓子大喊：卖鱼，又肥又鲜的草鱼、鲢鱼和大鲤鱼，刚从湖里打捞出来的活鱼，同志们快来看看啊！小伙子，你这鱼不错呀，是怎么卖的？7毛2一斤，看在姐姐您是我第一个顾客的份上，算您7毛如何？大妈愣了一下，差点就迷失在这一声声姐姐的称呼中。小伙子还挺会做生意，行，给我拿2条鲫鱼。得嘞，姐姐家里几口人，我给您选2条大的。不用太大，差不多就行。闻言，舒志强立刻从盆里抓出2条6、7两的鲫鱼，快速称重。姐，1斤4两有点跌秤，我就算您这个重量了，9毛8分钱，您拿9毛5就行。小伙子，你挺会说话，以后要买鱼我就找你了。谢谢姐，下次我还给您优惠。舒志强将鱼嘴用稻草穿好后，连着5分钱一起给了大姐。大妈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在大妈离开后，也陆续有人来他这里买鱼，他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没有把昨天的9毛钱还给老爸，否则找零的钱都没有。鱼摊上的人越来越多，舒志强的嘴就像是抹了蜜，逢女的就叫姐，逢男的就叫哥，管他3、40还是5、60，顾客听得心里舒服。走的时候还不忘给别人推荐一下他的摊位。太阳已经升至半空，剩下的一盆鱼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。看着手里的一堆碎银，舒志强的心里升起浓浓的满足感。一共卖了30多，1斤以上的8毛左右，1斤以下的7毛到7毛5，加上自己的钱，一共46块8毛5分。看似不多，但这可是厂里普通员工1个月的工资了。我一上午就赚到了，这要是每天能保持这个赚钱速度，1年我就能成为村里第1个万元户了。上辈子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，已经到了80年代末，还是被傅慧娟逼的。毕竟对方是拿铁饭碗的，尽管30块钱都被拿回娘家了，但生活习惯没变，顿顿要吃好的不说，还好吃懒做，啥也不干。直到遇到下岗潮，傅慧娟失业了，天天在家里趾高气扬的指使这个嫌弃那个，最后村里都出了几个万元户后，傅慧娟就彻底坐不住了，整天咒骂我没出息，是个废物，让我跟那些万元户学学。最终我也是经历几次失败后才找到机会，可惜最后没能落得好下场，身患绝症不说，还绝子绝孙活活被打死。
就在舒志强准备收摊时，耳旁突然传来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“您好，请问您这里还有鲫鱼卖吗？”舒志强浑身一颤，面露呆滞地看向摊位前的这个女生。这不是我妹妹的班主任肖文韵吗？前世妹妹因为长期受傅慧娟的欺负，心里越来越脆弱，最后想不开去跳湖。肖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现在那里，然后毫不犹豫的就跳下了水。最终，妹妹被成功救下，然而肖老师却永远的留在了湖中。喂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这里有没有鲫鱼卖？舒志强强压内心的激动，有，你要几条？1条就行，多了我也吃不完。闻言，舒志强立刻选了一条最大的，称重后递给面前的姑娘。来，肖老师，您的鱼。肖文韵一愣，你认识我？舒志强顿时反应过来，当然认识了，白果小学的老师吗？我听我妹妹说起过您，说肖老师您和蔼可亲，对待学生就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。肖文韵听得心里乐开了花，没想到我在学生面前居然有这么好的风评。那个，我今天第1天到白果小学任教，班上的学生我也是第1次见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听您妹妹说的？舒志强有点尴尬，只能打个哈哈来掩饰一下。肖老师第1天来啊，哈哈。行了，我也不想听你解释，你就告诉我这鱼多少钱就得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肖老师，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您解释，为了表达歉意，这条鱼我算您5折，给我4毛钱就好了。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没有必要跟我道歉，我不能带头搞腐败贪污，所以不要你的优惠。说完，他就将鲫鱼挂在26自行车的扶手上，然后骑着离开了。肖老师，记得没事别去湖边转悠啊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舒志强，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。真是一个奇怪的人。舒志强面露花痴，露出了姨母笑。美，笑起来更美了。这可是我全家的恩人啊，我应该怎么报答他呢？救命之恩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喂，你这鱼还卖不卖啊？舒志强顿时被拉回现实。卖，大哥您要什么鱼？幻想还是要有的，但是钱也得赚啊，这样才能离幻想更进一步。怎么样，臭小子，让我看看鱼卖了多少钱。舒志强摇头叹了口气，没卖完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整日牛皮吹得震天响，我还以为你能多牛呢。然而当他看到板车上的东西和盆里的几条鱼时，哑炮了。就剩这些了，要不然还能多卖几块钱。小兔崽子，连老子都敢耍。舒志强嘿嘿一笑，妈和智博呢？怎么没看到他们？舒彪难以置信地看着板车上的物资，在厨房做饭呢。这都是你买的东西，刚赚点钱就不知道北了是吧？这么花钱还过不过日子了啊？这都是咱们家的必需品。志国和轩轩太瘦了，也需要补补。还有妈那体格，您就不想他把身体营养补上去？舒志强从怀里掏出2瓶大曲，老爸，今晚整点，下次不准这么浪费了。留下一句倔强的话，他转身走进了屋子，来到厨房，母亲熊凤霞正在灶台上洗锅。嗨，做饭呢？看到是大哥，舒志国顿时一脸惊喜地凑了过来。哥，鱼呢？鱼卖的怎么样？还行，差不多都卖完了，只剩几条没卖，我拿回来咱们自己吃。真的？那不得有30几块钱？舒志强掏出一沓毛票，舒志国顿时眼前一亮。我的天，30多块钱啊！咱爸干1个月的小工也不一定有这些钱，而大哥仅仅只是钓了几个小时的鱼，再卖了半天就赚到了。强子，你真的把鱼都卖出去了？没错，确实卖出去了，而且是大卖。为了庆祝卖鱼顺利，咱们今天吃鱼吃肉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吃肉了。你小子低调点，再叫大伯和大娘就该来了。闻言，舒志国立刻捂住嘴巴。强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舒志强本想解释一下，然而他爸也跟着走了进来。反正钱是他赚的，他爱花就让他花呗。正好你和孩子们也需要补充一些营养。听到这话，熊凤霞和舒家兄弟都诧异地看向对方。看什么看？我说的有问题吗？赶紧把鱼和肉做了，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做饭吃？吃，就知道吃，不存钱，我看你怎么给孩子娶媳妇。舒彪懒得跟其多说，再说他馋酒的事就得露馅了，于是转身出去了。妈，今天这饭我来做。强子，你会做饭吗？放心吧妈，要是不放心，您就坐旁边看着还不行吗？志国，我让你抓的龙虾呢？龙虾？什么龙虾？就是大虫子。早上我不是让你去田沟里抓2斤回来吗？哦，对。舒志国顿时恍然大悟，然后从门后提过来一个木桶。哥，都在这呢，这玩意叫什么龙虾？对，这玩意就叫龙虾。待会我做一份出来给你们尝尝。很快，锅里的肥肉开始滋滋滋的冒油，浓烈的肉香味立刻充斥着整个后院，同时还向外面飘去。这是哪家在熬油炸啊？不逢年也不过节的，日子还过不过了。木英，这是谁家在熬油炸呀？这也太香了！我怎么闻着好像是隔壁老二家啊？大伯顿时感觉手里的窝窝头就不香了，二人对视一眼，循着味道就急匆匆地出了门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强子那小子买了2瓶老曲，待会你们就在这喝点。看着一桌子的物资，二人别提多难受。不是彪子，强子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嗨，
就是强子昨晚钓了点鱼，这不拿集市上卖去了吗？那小子孝顺，刚赚了点钱就想着孝敬我和凤霞2个呢。书彪在兄嫂的羡慕下有点飘飘然，说话已经像是没把门一样。大龙，待会趁喝酒的功夫打听打听强子这是怎么钓到鱼的。随后二人径直走进了厨房。不是，怎么还没炒好啊？闻着这肉香我都饿得不行了。别急，再做一盘龙虾，你们就可以先喝酒了。将五花肉炒笋递给老妈，舒志强又将剩下的菜装入铝盒中。强子，你这把菜装起来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让我们在这吃饭吗？怎么还把菜留下来些呢？怎么还怕我们把你菜给造完了？轩轩早上只带了一个红薯，我怕他会吃不饱，所以打算给他送点饭菜去。对，轩轩那孩子太瘦了，和我们家青青一样，是得补补。我操，跑过来白吃白喝就算了，这是还想让我给他女儿带一份吃的呀？舒志强心里有些无语，于是选择忽略这个对话，准备处理小龙虾。强子，这大虫子也能吃，全是壳能有什么吃的？真是浪费油啊！闻言，正在烧火的舒志国都有点听不下去了。大娘，是油炸不香，还是那五花肉炒笋你不喜欢吃？让你白吃，你还逼逼歪歪的，真是让人讨厌啊！周沐英冷哼一声，还行吧。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。很快，外面就传来他和书彪说浪费油这事。哥，这大娘真的讨厌啊！讨厌也没办法，讲道理他不听。咱们也不能打他一顿，等哥赚了钱就带你们去城里住，到时候眼不见心不烦。闻言，舒志国立刻点了点头。半小时后，兄弟二人就端着香喷喷的麻辣小龙虾进了屋。你个臭婆娘，我说让你把菜放下。等他们来到大堂，看到书彪两兄弟已经喝得满脸通红。牛逼啊！我们在里面忙里忙外的，你们倒是先吃上了。尤其是大伯这对夫妇，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强子，不是大娘说你吗？这你爸两兄弟还在这吃饭呢，你妈倒好，直接把菜给端走，这让我们吃什么？强子，你爸和大伯他们吃菜太凶了，一口就是2块肉。我看你和志国还在里面忙活，怕你们待会没得吃，所以想给你们留着。父亲书彪喝了2两白酒，直接开始撒酒疯了。什么凶不凶的？那菜炒来不就是吃的吗？我和大哥难得坐在一起吃顿饭，你一个大老娘们看不懂眼色。就是凤霞，你也真是的，我刚刚都说了强子自己留了菜，那菜打给谁吃的你不知道？谁给你的脸这么跟我妈说话？周沐英先是一愣，却又立马回怼：打给谁吃不是吃，还有我是你大娘，你妈的嫂子，长嫂为母说她几句怎么了？要我说你不就是舍不得那盘肉吗？要舍不得就别开那个口，让我们进来喝2杯。看到嫂子周沐英鄙夷的目光时，书彪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无名之火。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跟你大娘说话的？赶紧给她道歉。闻言，周沐英心里暗喜，脸上却露出一丝不屑。算了吧，我可不敢要他给我道歉，没看他的模样像是快要打我了一样吗？看到如此得意忘形的大娘，一旁的舒志国和熊凤霞都气得不行。舒志强对父亲也有点失望。原本以为我的努力能让一家人过得好一点，可是这才第一天赚点钱，家里也才第一次吃顿好的，父亲就开始吆五喝六起来了，还联合外人欺负自家媳妇。这要是以后我赚了大钱，他出去不得翻了天？这件事的源头确实在我爸身上，但我还是要警告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大娘。于是他盯着周沐英冷笑一声：我说大娘，您也知道您是我大娘，是我妈的嫂子，作为长辈，你吃着晚辈买的肉，喝着晚辈买的酒，还欠我们家的钱，结果回头还说晚辈的不好，请问此举和那田间的白眼狼有什么区别？舒荣眼见坐不住了：臭小子，你骂谁白眼狼呢？大伯你也别急着争论，今天吃的是谁买的肉，你不会装糊涂吧？还有你要知道，你这么做没任何好处，你只有2个女儿，咱们2家好呢，我赚了钱还能请您一块喝酒吃肉，您要是老了不会还指望嫁出去的女儿给您养老吧？舒荣脑子里不断想着这一段话，然后缓缓坐了下来。你个造孽的说话，他干嘛？咱女儿是大学生，她肯定能找个有钱男人，把咱们接大城市里去的。想到自己膝下没有儿子，还要指望舒志强兄弟2人传宗接代，最终大伯还是拉着周沐英的手：周，跟我回去，咱们回家去吃。回去干嘛？你个天杀的，老婆被人骂了，你居然屁都不放一个。周沐英虽然抗拒，但肯定不是一个大老爷们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拉出了大门。舒志强心疼地看着母亲：妈，您没事吧？熊凤霞泪眼婆娑地摇了摇头，露出感动的笑容：没事，我孩子长大了，能独当一面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慧娟，昨天书彪夫妇俩不是过来和我们谈好了吗？咱们也说了不要他的彩礼，你能直接嫁过去，可那个舒志强怎么一上午都没来啊？傅慧娟则是一脸的不耐烦：来了，怎么没来？舒志强那个农村土老帽居然嫌我脏，难道他已经知道我肚子有了孩子？不可能啊，他一个不出门的庄稼汉是怎么知道的？又有什么资格说我脏？可我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以后能够过得好一点吗？许秀英一脸蒙圈：来了，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闺女，难道你意外怀孕的事情被舒志强知道了？傅慧娟顿时炸锅：妈，舒志强他一个不出门的庄稼汉怎么可能知道？而且我也警告过你了，我意外怀孕这件事你知我知，
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还有上次舒志强过来送彩礼，你要是直接收了他家的缝纫机和自行车，不就早就没事了吗？傅慧娟对着老妈一通埋怨，许秀英则是一脸的委屈。闺女，这也不能全都怪我啊！当时他们过来送彩礼，我也不知道你怀孕了，而且你可是要进糖果厂的正式员工，他们家一辆破自行车就想娶你。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，你就是想趁着我要定亲，跟舒家多要一些彩礼，好给我那没出息的大哥。面对闺女的指责，许秀英是屁也不敢放一个。一个月30块钱的铁饭碗啊，我可不能把这尊财神爷给得罪了，不然我那个傻儿子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此时傅慧娟的大哥傅俊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妈，我要吃鱼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你除了吃还能干什么？但凡你能争点气，咱家也不会落到这么任人欺负的地步。看着一脸慵懒的儿子，许秀英是既心疼又无奈。儿子傅俊已经30了，整天就知道干农活，连个媳妇都娶不回来。之前倒是有人介绍了一个，结果人家要3转1响和200块钱，这没办法，我才把主意打到舒志强家里的。隔壁那个老光棍都能吃鱼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还有谁欺负你了？老子弄嘎他！你可拉倒吧，你不被舒志强弄嘎就不错了。舒志强可是他们村里出了名的混子，从小到大他啥缺德事没干过，要是你去招惹他，非得被打残不可。不过话音一转，你说什么？傅老汉家里吃鱼，他一天到晚连地都不去，能吃得起几毛钱1斤的鱼？妈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刚从他们家过，那老家伙确实在煮鲤鱼吃呢。那老头确实有鱼吃，不过是舒志强早上给的。许秀英先是一惊，随后又有些愤怒起来。什么？舒志强哪来的鱼？他又怎么会给那个老光棍？那完蛋玩意早上提着鱼过来了，居然不进咱们家门，而是送给了隔壁单身汉，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？太过分了！慧娟，妈，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呢。面对妹妹和老妈的目光，她眉目紧皱。我听乡里乡亲说啊，舒志强上午不知道赶着驴车去了哪里，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堆东西，有鱼有肉，还有桃酥饼等10多块钱东西呢。听到这话，许秀英这下彻底坐不住了。不是，那他买好了东西怎么不拿过来啊？只有傅慧娟心里明白，看样子舒志强是真的下定决心不会娶我了。行了，别吵了，我明天就要去糖果厂上班，怎么办？我想那个人会告诉我的。此时的舒志强带着饭盒已经来到白果小学。二狗，过来，这孩子就是玉琴婶的孩子，年纪和志轩差不多大，因为舒玉琴没啥文化，所以给他取了个贱名，说是好养活。强哥，你找我干嘛？舒志强微微一笑，从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递了过去。二狗，哥给你颗糖吃。强哥，你别觉得用1颗糖就能收买我，得给2颗糖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偷看我妈洗澡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还有，我认真想过，我妈跟你真的不合适。舒志强顿时傻眼，我操，这小家伙才7、8岁而已，就知道男女合不合适这个词了。聪明是聪明，但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二狗，我对你妈没任何兴趣，这颗糖给你就是想问问，你看见我妹妹志轩了吗？你真的不是要我去当奸细，让我在我妈面前帮你说好话？舒志强抬手就是一个脑瓜崩，让你说你就说，搞这么多虚头巴脑的。别打我头！志轩下课的时候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。听到这话，舒志强顿时脸色一变，直接朝教学楼的方向跑去。喂，我的糖！舒志强回头丢过去一颗大白兔奶糖，然后继续跑向教学楼。二狗马上拆开包装放进嘴里，浓浓的奶香味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。这舒志强人还不错嘛，要是能天天给我糖吃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位老师您好，我想问一下5年级2班的舒志轩，是不是被某位老师叫到办公室来了？肖老师班上的，下课的时候肖老师确实带了2个孩子去办公室了，听说是因为打架。舒志强顿时脸色大变。打架？人怎么样了？同志，你先不要激动，先说说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。我是舒志轩的大哥，麻烦告诉我他们去哪了。同志，现在还没到上课时间，肖老师应该还在宿舍休息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您妹妹和另外一个孩子应该也跟着去了。这样吧，我带您去找找看好吗？舒志强连忙点头，麻烦您了。同志您客气了，这是身为老师应该做的。舒志强不敢墨迹，连忙跟在后面，两人很快就走到一栋黄泥糊墙的房屋外。肖老师，你在吗？肖老师在。很快里面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舒志强循声望去，刚好看到那个不算熟悉却恩重如山的女人。肖文韵揉了揉眼睛，突然发现陈老师背后的舒志强。只听他一声惊叫，随即退回房间里面。等到肖文韵再次出来，已经将衣服穿戴整齐。陈老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还有，你带陌生人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抱歉，肖老师。陈老师刚想解释一下，只见妹妹舒志轩走了出来，另一位则是大伯家的老二舒青青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。肖文韵一愣，突然好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对不起，同志，我听志轩和青青说他们中午都不回家休息，还有他们的午饭，刚好我上午从您那买了条鱼，我吃不完，所以想着把他们带宿舍吃个饭，顺便睡个午觉的。一番扯皮后，
几人也逐渐把刚才肖文运走光的事忘了。轩轩，我听说你和人打架了。大哥，是大伯家的舒青青，你早上给了我3颗大白兔奶糖，被舒青青发现后，我给了她1颗。可是在我吃第2颗的时候，她冲过来抢了，我就和她打了起来。志轩他哥，这件事我已经训斥过青青了，她也知道了错，您看能不能？肖老师这说的什么话？这轩轩和青青不都是我妹妹吗？就算他们调皮不听话，我顶多也就训斥一番，让他们知道错就好，不至于像你想的那样。听到这话的肖文运也是展颜一笑，您还真是一个好大哥呢。轩轩，青青想要就给他，哥这里还有，但是你别打架知道吗？要是打花了脸或者受伤怎么办？谢谢大哥，我知道错了。舒志强微微一笑，随即又将提在手上的饭盒提了起来。谢什么？哥还给你带了饭菜，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的菜。当看到饭盒里的一盒龙虾，舒志轩顿时吓了一跳。呀，大虫子！什么大虫子？这叫龙虾，非常好吃的。不可能，什么蛇皮龙虾？你骗我！我是绝对不会吃大虫子的。你看你这模样，连大哥都不信。舒志强有些无语，随即当着众人的面剥开一只龙虾。肖老师要不要来一口？肖文运连忙笑着摇头，并摆手拒绝。谢谢，不用了。